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CWC Channel。这个影片来说明 18.1 的设定攻略。有关于 18.1 的完整攻略，你可以参考本频道的影片。这一集所有内容都会分享在本频道上面，叫做 cwcchannel.com， 欢迎你来参观。首先，第一个设定是控制中心，现在有多出新的连线个别项目，按住空白处不放，点选加入控制项目。往下到连线，现在这里多出了很多个别的连线设定选项，例如我个人常用个人热点，我把它点选加入，那这样子我就可以直接的在控制中心里头点选使用。另外，控制中心如果你用的乱七八糟，你想要变回原本的版面配置，你可以来到设定，点选控制中心。这里有一个新的设定是重置控制中心，可以重新的布局成为出厂的预设值。第二个设定是通话录音，请来到了设定，点选 App， 找到电话，多出了通话录音，请确定开启。这个会允许你在使用电话 App 的时候，在通话期间录下对话。那这个录下对话的内容会储存到备忘录。那开始录音前，会自动播放音讯来通知开始录音。如果你设定好之后，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现在左上方就会出现了通话录音的按钮，这里就可以点选通话录音。接下来是 Siri 也有新的设定，点选设定，按下辅助使用，这里有 Siri， 往下滑，这边现在多出了2个新的设定。第一个是必须说 Siri 才能打断，当你这个功能开启之后，如果你要打断 Siri 的回答，你就直接说 Siri， 那它就会切断它的回应，你就可以继续的问下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是聆听非典型语音，它主要是增加 Siri 聆听的语言模式，来协助改进语音辨识。由于我们讲话有时候文法不是非常的完整正确，那它可以去聆听这种非典型的语音，来增加语音辨识的能力。那这个也是建议把它开启。下一个可以调整的设定是主要电子邮件。你申请 iCloud 的时候会使用一个电子邮件，那一个电子邮件在过去都无法再变更。如果后来有一个新的电子邮件，我都是使用那个电子邮件来收发 email， 那这时候我想要更改我 iCloud 的主要电子邮件，现在 18.1 事实上 iOS 18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来更改主要 email， 点选 iCloud，按下登录与安全性，接下来在最上方会出现你的电子邮件，还有电话号码。如果你要新增电子邮件，你可以点选新增电子邮件或电话号码，在这边来新增。你新增完之后，这里就有多出其他的 email， 哪一个你要把它变成主要的电子邮件。现在我用其他的电子邮件比较频繁，所以我想要转换成另外一个，这时候你就可以点选另外一个电子邮件，点选之后把它按下开启，可以用于登录、验证身份以及回复你的账号。其他人也可以透过此电子邮件来传送 iMessage、FaceTime 还有 Game Center 等服务。下一个是呼吸中指的侦测，当你更新完 18.1 之后，如果你有 Apple Watch 第10代的话，现在可以来使用呼吸中指侦测，这个设定是必须要开启的。使用方式，请到健康的应用程式，来到了右下方的浏览，在浏览里头找到呼吸。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这里会出现睡眠呼吸中指侦测的设定，你点选下去，它会来说明呼吸中指侦测的使用功能以及目的。你在睡眠的时候必须要带着 Apple Watch， 它会侦测将近1个月的时间，来了解你是否有呼吸中指侦测的问题。我已经设定好了，也用了好几天了，那现在我在这边呼吸就已经有出现了资料，我来显示。好，这里点选呼吸障碍之后，你如果往下滑到最下面，有呼吸中指通知的开启，点选请开启呼吸中指正通知。如果他发现说你有呼吸中止的状况的话，他就会通知你说你必须要去检查一下。那呼吸中止是一个晚上里头呼吸模式有短暂的中断，如果这个中断次数发生很多次的话，就被评论为是呼吸中止。
如果高频率的呼吸障碍的情况，就会是呼吸中止症的迹象。如果你都出现的是升高的情况，有非常多次，那很有可能就是有呼吸中止的现象。那这个是我这几天所记录下来的结果。那我的睡眠状态是存在未升高的情形，因此我并没有收到呼吸中止的通知。如果侦测结果都是存在升高的区域的话，那就会通知。下一个设定是有关于助听器，它必须要搭配 AirPods 2才可以来使用。但事实上，如果你没有 AirPods Pro 第2代的话，也是可以把你的 AirPods 变成是有助听功能。控制中心的影片里头已经有做说明，你可以看那个影片来了解如何使用 AirPods 设备来变成助听器。但是 AirPods Pro 第2代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去测你的听力，测量的结果它可以去调整你的 AirPods Pro 第2代变成具有助听器的一个功能，所以比较精密。但是如果你不想太精密的话，你也可以直接使用本频道所介绍的控制中心来调整你的 AirPods 变成助听器。好，那现在我就快速来说明。首先必须要带上 AirPods， 接下来来到了设定，这里有 AirPods Pro 的设定，点选下去，这里就出现了听力辅助，点选助听器就可以开启。不过要开启这个助听器，你必须要先做听力测试。现在当我装上了耳机之后，我这里就可以来做。那有关听力测试的影片，你可以参考本频道的另外一个影片，有做详细的说明。那如果你做完这个听力测试之后，你就可以来开启助听器这个功能。那本人被侦测为轻度听力受损，因此助听器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那我已经戴了好几天，讲真的，我的听力的感受体验变得非常的好。AI 的语言设定，如果你的手机有 iPhone 15 Pro 以上的话，但是你是使用中文版，那现在你就可以来使用这个设定来调整，让你的手机快速变成 AI。那本频道有设计了一个捷径，这个捷径可以让你快速的开启 iOS 语言以及 Siri 语言，可以让你来转换，让你可以转换来转换去。由于要使用 AI 必须要变成英文，如果我到了 Apple Intelligence 与 Siri， 你可以发现我并没办法使用，原因是我使用了中文版，所以这时候我可以使用我这个设定的捷径，点选下去，点选 iOS 语言，它就会来到了语言与地区，点选这里就可以转换成英文。如果你没有英文，你就加入语言就可以了，点选继续，它就会转换成英文的语言。当你的手机是英文之后，你就调整 Siri 的语言就可以来使用了。好，那现在我的语言变成英文，你可以看到现在都是英文了。接下来我再点选一次，我来到了 Siri 语言。Siri 语言这边你也必须要调整成英文，我已经是英文了。点选下去之后，这样子才会可以使用 AI。刚开始由于使用的人数众多，所以你必须要先加入等待名单。在我转换成语言之后的大约20秒之后，它就自动的开启了。你可以关闭，你可以开启，都可以。OK， 好，那现在呢就可以来使用 AI。我如果来到了我的笔记本，那我现在可以选择文字之后，右下方现在就出现了 AI 的图示，代表已经启动成功。那有关于 AI 的功能使用，请参考 18.1 完整攻略的影片，里头有详细说明。那最新的 AI 在你的通知现在会变成摘要 Summary。如果你不喜欢摘要 Summary 的话，你可以来设定调整。来到了设定 Notifications 通知，往下这里有个 Summarize， 把它点选，这里你就可以开启或关闭 Summary 的功能。如果你开启的话，它会 summarize 你的内容，把它变成是一个群组。如果你不喜欢 summarize 的功能，你这里可以关闭。那如果你开启的话，有些 app 你不希望有 summarize 的功能的话，你也可以针对某一个特定的 app 来做调整。例如我在这里我就可以关闭其中的 app， 我不想要做 summarize 的这一种通知功能的话，我就把它关闭起来。所以这里在 AI 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来做设定。好，当你用完 AI 之后，你想要变回原本的中文版，点选 AI 语言设定捷径，
iOS 语言变回中文，完成。那另外一个 Siri， 如果你想要也语言变换回来的话，同样的你点选捷径，选择 Siri 语言就可以了。好，那这个就是所有的 18.1 设定的攻略。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 iOS 相关的资讯，别忘了锁定本频道。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很明显的，现在 Siri 还不够聪明，18.2 Siri 就会变成很聪明了，不要担心，拜拜。